爬到这个熟睡的身上，然后就开始对他狂刺。我不是杀了他的，我是救了这个人。欢迎来到嗨尔戴，今天要来分享的社会议题单元是由我来主讲的。今天要分享一个比较旧的一个案子，是在1992年的1月17号，中清北道的地方有一间警察局来了一个报案的女子。进到警察局的原因是因为她家里有强盗，并且她跟继父都被攻击，爸爸因为胸口被刺伤，比较紧急的状态。她是负责在警局里面做笔录，详细的叙述到底凶嫌是从哪里进来的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跟他手脚怎么被绑住。就在这时候呢，一名警察呢从医院回来，告诉他说，爸爸已经脱离了危险期，已经进到加护病房了。该女子听到以后却崩溃了，说：“不行啊，绝对不可以，怎么可以？”在这一幕的状况之下，女子被带到了旁边，在做更多的侦查，而警察呢也抓到了另外一名凶嫌，叫做金敬管，与这一名报案的女子金宝恩两个人是恋人关系。女子马上表示说，这个男子没有任何的错，全部都是我的错，全部都是我主导的。他马上做了认罪的这个动作。案发的前一天，金男先到市场买了刀具、手套和绳子，并且跟女子约好凌晨1点半的时候会到你们家犯案，麻烦这个金女帮他开门。凌晨1点半，这个金男就到他们家里面，爬到这个熟睡的继父的身上，吼着：“请你不要再欺负保安了！”然后就开始对他狂刺。现场其实在他狂刺的过程里面呢，就已经有刺到他的心脏，就已经一刀毙命了。但是呢，警察觉得整个犯案过程非常的可疑，因为现场被布置成强盗杀人这样子的状况。可是呢，以他们以往的案例来说，通常强盗呢是不会杀人的，他们顶多弄伤人，并不会去杀被害者这么多刀。以及如果这么愤怒，一定要杀掉现场人士的话，那为什么女生却只有被绑起来，手脚毫发无伤呢？警察从一开始就怀疑这件事情可能跟这个女生有关，所以才会去骗这个女生讲说，继父呢现在已经进入加护病房，安全无疑了，算是警察做下来的一个线索，想要套他的话。就如同刚刚讲的，他就把女子的手脚绑了起来，把整个家全部翻乱，贵重物品拿走，离开了现场。金女呢，她就跳到隔壁去，请隔壁的人协助报案，说自己家里面遭到了强盗。而警察到了现场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金女她在陈述整个过程，什么几点谁进来啦，然后我发现什么了，然后隔壁的继父啊什么样的那个人就怎么样了。她非常的镇定，一点都不慌乱的在叙述整件事情，让警察觉得非常的奇怪。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她是已经19岁的大学生了，为什么会跟继父睡在同一张床、同一个棉被下面？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她却毫发无伤，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奇怪。就这样子，他们逮捕了金男金女，这个案子就结案了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案子。那为什么会把这个案子拿出来讲呢？金女呢，其实在7岁的时候就跟着离婚的妈妈，在那个时代，其实离婚的妇女生活并不好过，所以呢，妈妈也很快速的就跟现在这个继父再婚了。从金女9岁开始，这个继父就会猥亵她，并且从她有生理期之后呢，金父开始强暴她。后来其实妈妈发现了这件事情，这个继父不但没有住手，他还当着妈妈的面前强暴她，甚至于会把他们母女放在一起轮抱他们，并且还会跟女儿讲说：“我上你也上你妈，那你们两个就是表姐妹喽，哈哈哈哈哈！”你们看出你啊！这一类的侮辱性的言辞，你们一定会觉得就是有这种妈妈才会让小孩子过这样的生活。其实呢，这个妈妈她是有去报警的。但是因为这个爸爸他是地检署里面的公务人员，他认识非常多的法官跟法务人员，在那个年代呢，他算是蛮高级的公务人员。妈妈去报完警，警察到了家里了以后呢，警察却跟这个爸爸打个招呼，点个头，敬个礼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在那个年代呢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地检署的人犯法了，只能由地检署或者是国家的检察官来查这个案子。不能由警察来查这个案子，就是一种陋习，我们的人你不准碰的那种感觉。妈妈在经历反复几次的报警，最后都得到一样的结果以后，她开始对她的生命、对她的生活失去了希望。那你一定就会觉得带着女儿落跑就好啦。关于这个案子的心理学家有说，不是妈妈不愿意落跑，是她已经报案了这么多次，求救了这么多次，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她伸出援手。这个爸爸在家里面会不停的说一些说，你搞清楚
楚啊，你逃去哪里，你都跑不过我的手掌心的。我告诉你，去哪里都有我的眼线。就是像这种一直情绪操控的方式呢，最后会让这个妈妈放弃了求生的欲望，变成了一种奴隶的心态、心理学的状态。而妈妈也曾经跟这个老公提过说要离婚，一提到呢，这个爸爸就会暴力相向，拿刀挥舞。妈妈也变得非常害怕再提离婚这件事情。而金女呢，她一直忍耐到了大学，等到大学以后，她想说可以住在宿舍里面，就可以远离爸爸了。但是呢，爸爸却拿了她所有的课表，知道她的课就是几点几点，然后什么时候可以不用睡在宿舍，只要她可以不睡在宿舍，就会叫她回家睡，然后回家就一样会对她伸出她的狼爪。那她的男朋友这个金男呢，交往了以后也发现这个金女只要提到家里就会变得非常局促不安，说到回家更是非常的局促不安。金男有一天就问了金女说：“我可以问你到底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不安吗？”然后金女就把她从小到大所遭受的这些恶行恶状全部都讲了出来。金男听到以后，当然非常的生气，一开始就是先去找这个继父呢，跟他讲说想要互许终身这样子的想法，希望呢爸爸的允许，让他可以来负责照顾这个金女。这个爸爸听到以后，当然勃然大怒，想说你老几呀？你谁呀？年纪轻轻还跟我谈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。最后他们才会一起犯下了杀继父的案子。那在整个审判的过程里面呢，金女已经先在牢里面待了7年，对外透露说她在牢里面睡的7年，比她在外面睡的将近20年的人生睡得还要舒服，还要过得舒坦，不用担心害怕，也开始觉得到了晚上宁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金男则表示，我不是杀了他的继父，我是救了金宝恩这个人。他们找到了韩国性暴力商谈所的协助，把这件事情舆论化，整个国家非常多的国民呢就开始声援金宝恩这个案子，甚至于开始有流露出一些非常不合宜的检察官的攻击。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，这个爸爸属于公务员，那个腐败的时代呢，就是会有检察官站在公务员那边，所以他们在审问金宝恩的时候，甚至有说，其实你很享受你跟继父的这个关系吧？你说什么继父对你伤害很大，可是你学业很优异耶，你进大学对你的生活根本就没有造成影响啊，你根本就很享受这关系吧？你뭔 개소리야！这类非常对被害者做成2度伤害的言论呢，也都在那时候变成舆论话题。但最后他们2个人还是被判了有罪，但法官考虑了金女的背景，最后金男是被判7年有期徒刑，金女被判5年的有期徒刑。最后在上诉了以后呢，金男减为5年有期徒刑，金女减为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5年，也就是等于他其实不用坐牢。这是在韩国的判决史上面第一个针对杀人案件判出缓刑案例的案子。最后呢，金男跟金女2个人，他们最后其实还是分手了，因为只要他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想到这一段非常不堪的过去。在出狱了之后呢，金女有立即去找金男的父母原谅，觉得是因为他的关系让这个金男做了狱这样子。金男的爸妈就有跟他讲说，不是他的错，他觉得他儿子做了对的事情。最后他们2个人都改名，消失在这个社会上了。那大家对于一个被害者用最极端的方式拯救自己的方式，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们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gher Day， 我是台湾妞，我们下次见。告知他说他刚刚从医院回来，我忘了开麦克风，可以吗？